美国简报的信息与观点来自美国和国际权威媒体、智库、政府机构与专家。我们进行了专业的整理、编辑。薪酬透明度正在蔓延。以下是您需要了解的内容。美联社，美国的求职者越来越多地看到公司在 LinkedIn 等网站上宣布他们的职位空缺的工资范围。这一活动部分是由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和科罗拉多州要求透明度的新立法推动的。Indeed 的分析师发现，包含薪资资讯的职位发布从2020年2月的 18.4% 飙升至今年2月的 43.7%。这些措施的支援者表示，牵手雇主在性别和种族方面会带来更好的公平结果。在南部各州，工资透明度最低，而美国西部的监管更严格，在披露方面领先于更多的合规公司。92岁梅朵，我害怕坠入爱河。92岁美国传媒大亨梅朵透过旗下媒体宣布第5次结婚。新娘子是66岁的前旧金山警察牧师安·莱斯利·史密斯 and Leslie Smith。 这名数月前才办完离婚手续的传奇商业巨子透露，他是在3月17日成功求婚的，希望与新太太一起度过下半生。他说，我害怕坠入爱河，但我知道这将是我的最后一次。最好是用194亿美元、1513亿港元身家的梅朵笑称自己有1/4的爱尔兰血统，所以选择在爱尔兰的传统节日圣帕特节，在纽约把戒指送给了准新娘66岁的前旧金山警察牧师安·莱斯利·史密斯。安的已故丈夫是乡村歌手、广播和电视主管切斯特·史密斯 （Chester Smith）。安寡居了14年，对于与梅朵这段梦幻般的婚姻，他形容是上帝赐予他俩人的礼物。就像过往的4段婚姻，梅朵这段新恋情发展得很迅速。据其旗下其中一份媒体《纽约邮报》报道，他和安于去年9月初次见面，当时我的葡萄园里有200人，我遇到了他，我们聊了聊。2周后我给他打了电话，于是2人便来电擦出爱火花，并在今个月喜定终身。梅朵说，我非常紧张，我害怕坠入爱河，但我知道这将是我的最后一次。最好是，我很高兴。梅朵拥有包括《泰晤士报》、《太阳报》和福克斯新闻等多间大型传媒。6个月前，在他与第4任太太前超模杰瑞·霍尔 （Jerry Hall） 离婚，结束长达6年的夫妻关系。据报，作为离婚协议的一部分，霍尔获得了一座价值1100万英镑的牛津郡豪宅和一处位于法国南部的住宅的钥匙，以及一笔现金。梅朵的首任太太是澳大利亚空姐帕特里夏·布克 （Patricia Booker）， 9年后离异。1967年，他与出生于格拉斯哥的记者安娜·托弗 （Anna Torv） 结婚，两人一直在一起32年。据报道，他在1999年离婚后收到了17亿美元的赔偿金。17天后，梅朵在自己的游艇上与比他小37岁的邓文迪结婚。这段婚姻持续了14年，直到他们在2013年离婚。这位大亨在前几次婚姻中育有6个孩子，其中包括女儿伊丽莎白，一名高级电视主管，以及儿子詹姆斯和拉克兰。德桑蒂斯谈川普涉嫌在色情明星的封口费。彭博社，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对色情明星斯托米·丹尼尔斯 （Stormy Daniels） 的封口费的调查进行了对比。尽管批评检察官，但德桑蒂斯表示他不会参与制造马戏团，并表示调查是出于政治动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预计将被捕，得到共和党领导人的支援，并迫使潜在的2024年挑战者支援他或民主党检察官。佛罗里达州州长试图在支援特朗普和远离可能损害其总统愿望的问题之间走一条细线。虽然他批评进行调查的达布拉格得到了乔治·索罗斯的支援，但德桑蒂斯表示，将执法武器化的检察官是对社会的威胁。
佛罗里达州州长批评乔拜登总统的政府矽谷银行的失败及其推出数位美元的探索。德桑蒂斯呼吁州立法者推动立法，禁止在佛罗里达州使用可能的美国央行数字货币，并表示其他州可能会效仿，认为该提案是关于监视美国人和控制美国人。打击中国针对 TikTok， 其实苹果、谷歌、脸书一样有风险。彭博社根据倡导组织 The Tech Transparency Project 进行的研究，包括苹果、谷歌、Amazon.com 和 Facebook 在内的美国社交媒体公司与 TikTok 具有相同的风险。研究数字媒体安全的非营利组织在一份备忘录中声称， TikTok 用掠夺性眼眼算法强迫儿童灌输危险和有害的内容，帮助美国对手，并在国内外违背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且未能保护使用者的个人数据。然而，一些立法者认为，尽管美国科技公司有记录在案的滥用行为，但他们并没有受到类似的审查。在拜登政府对该平台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背景下，国会对可能限制 TikTok 美国业务的几项提案的审议有所增加。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将于2月10日在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作证。批评人士认为 ，TikTok 的拥有权由中国母公司为元祖跳动 ByteDance 拥有，这使北京政府对该平台拥有太多的权利。这意味着尽管有保障措施，但仍存在数据操纵。然而 ，Tech Transparency 表示，立法者应该关注一般数据实践，而不是 TikTok 的中国拥有权。美国科技公司不负责任地处理用户数据，可能被用来传播中国的宣传。备忘录补充说，据报道，司法部拒绝了 TikTok 保护美国使用者免受中国影响的计划。TikTok 没有对技术透明度备忘录中的批评发表评论。签名银行为国会议员发起了筹款活动，现在正在调查它是如何失败的。彭博社共和党众议员派翠克·麦克亨利 Patrick McHenry 在纽约银行 Signature Bank 的董事会会议室举行筹款活动，就在该银行被监管机构扣押前一周。政治和商业之间的障碍在美国很常见，但共和党对银行倒闭的首席调查员出席了这一事件，这一事实引发了争议。此后，麦克亨利的竞选活动退还了捐款，该竞选活动得到了他的创新 PAC 全国共和党国会委员会和国会竞选活动之间的联合资助委员会的支援。亲特朗普证人在封口费案中被传唤。BBC 纽约大陪审团正在考虑对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支付给色情女演员斯托米·丹尼尔斯 Stormy Daniels 的封口费的刑事指控，并打电话给特朗普曾经的律师迈克尔·科恩 Michael Cohen 的前法律顾问罗伯特·科斯特洛 Robert Costello 作证。特朗普的法律团队要求科斯特洛诋毁科恩先前的证词，因为他安排向丹尼尔斯支付13万美元。丹尼尔斯声称与特朗普有染。大陪审团定于周一在曼哈顿下城法院举行会议。目前尚不清楚科恩是否也会被要求在周一作证。在发给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并于周一公开发布的一封信中，共和党众议院议员指责成立大陪审团的阿尔文·布拉格史无前例地滥用检察权力。这封信还呼吁布拉格在国会作证，这显然是一个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决定。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是否会在本周受到刑事指控，甚至不知道这些指控可能是什么。特朗普承诺继续竞选，成为2024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即使他被起诉。波音 MAX 坠机亲属支援拜登航空提名人。路透社在2019年波音737 MAX 坠机事件中遇难者的一群亲属支持乔拜登总统提名的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负责人。然而，共和党人挑战了丹佛国际机场首席执行官菲尔·华盛顿的航空经验。交通部表示，华盛顿拥有所需的经验。关于他被提名为美国最高航空监管机构的投票定于今天进行。
美国联邦航空局在多次涉及飞机的险些失事后面临安全问题。2018年和2019年的 MAX 坠机事故造成346人死亡，波音损失超过200亿美元。这也导致最畅销的飞机停飞了20个月，并促使国会通过改革飞机认证的立法。下一任美国联邦航空局局长必须领导全面实施这些关键安全改革的努力，亲属说。我们觉得行业和联邦航空局太舒适了，民主党商务委员会主席玛利亚·坎特威尔 Maria Cantwell 说。华盛顿承诺加快安全改革。技术游说者不希望各州让您起诉侵犯隐私的行为。彭博社。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惠特尼·维斯特菲尔德 Whitney Westerfield 一直在试图提出一项数据隐私法案，该法案为在线个人资讯使用者提供更多控制权。该法案一提出，行业游说者就试图根据弗吉尼亚州于2021年颁布的商业友好法律提出一项替代法案。大约20个州正在讨论在线隐私措施的可能性。该行业正试图利用弗吉尼亚州等州作为淡化其他州立法的模式。迈阿密海滩发生2起致命枪击事件后的宵禁。BBC。迈阿密海滩在周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此前发生了2起枪击事件，因为春假期间发生了大量人群。实行了短暂的宵禁，从周日午夜一直持续到昨天早上6点。该市市长盖尔伯 Dan Gelber 警告说，成群结队的人和枪支涌入该市造成了不能忽视的危险，并补充说我们城市的春假太吵闹了，太混乱了，太难监管了。周末枪击事件标志驻迈阿密海滩连续第2年宣布与春假暴力有关的紧急状态。一个城市委员会将于今天开会，决定下周末的限制。周日的枪击事件发生在南海滩，当时一名嫌疑人多次射杀一名男性受害者，似乎没有明确的动机。受害者在被送往当地医院后死亡。周五晚上，一名男性受害者被枪杀，另一名受重伤。警方周五从现场拘留了1人，并收回了4支枪支。尽管在城市居民的噪音投诉后，呼吁将最后的酒精订单从凌晨5点转移到凌晨2点，但暴力事件仍在升级。评论员表示 ，COVID 大流行导致大多数美国大学和学院取消了传统的春假，这可能加剧了迈阿密海滩游客的激增。迈阿密海滩园警局在其官方推特账户上说，本周令人震惊的事件，特别是昨晚在娱乐区的中心，迫使我仔细审查和重新评估我们警务策略的整个范围。迈阿密海滩城市经理劳尔·阿吉拉说。众议院共和党为特朗普辩护，在预期的起诉之前瞄准布拉格。纽约时报。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团结在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周围，以回应预期的曼哈顿大陪审团起诉。他们寻求与即将起诉的调查文件和文件有关，以审查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据传，他即将指控特朗普。此举非常不寻常，因为这意味驻国会将参与积极的刑事调查。共和党众议院的信是其利用其调查权力为特朗普辩护的最新努力。与此同时，司法部以长期政策为由，抵制了他认为联邦检察官对他们工作的不必要干预。众议员 Elise Stefanik 和 Marjorie Taylor Greene 是国会中特朗普的2位忠诚者，但特朗普的许多支援者选择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保持中立。亚马逊送货公司称，种族偏见扭曲了客户评论。彭博社。许多亚马逊送货承包商指责这家电子商务巨头在向非白人司机提供的反馈中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打击种族偏见。针对驾驶员的竖起大拇指或向下评级系统允许客户对驾驶员进行多达6个类别的评分，从及时性到专业性。与亚马逊签约的快递公司的所有者注意到，有多少有色人种司机的评分比白人同事差。由于反馈被汇总成总分，这些公司怀疑隐性偏见在起作用。
尽管在任何单一评论中都很难发现问题，但较低的整体评级会显著影响公司的利润。亚马逊发言人玛利亚·博谢蒂 （Maria Boschetti） 表示，该公司认真对待此类担忧，并调查每一起投诉，尽管该公司无法发表更多评论。来自亚马逊交付的反馈是在线互动的最新领域之一，其中无意识偏见已成为一个问题。警察部队人口统计中的种族不匹配也引发了在面部识别软体程式设计中对少数族裔的潜在偏见问题。与此同时，亚马逊此前曾因其 Rekognition 面部识别技术中的种族偏见而受到批评。据称，该技术在识别非白人个体时不太准确。检察官在针对骄傲男孩领导人的煽动案中休息。美联社联邦检察官已经对前骄傲男孩领导人恩里克·塔里奥 （Enrique Tarrio） 和他的4名副手提起诉讼，他们面临计划破坏总统权力从唐纳德·特朗普到乔·拜登的和平过渡的指控。审判持续了2个多月，并听取了20多名检方证人的简报，其中包括2名与政府合作的前骄傲男孩成员。法庭诉讼一直存在争议，辩护律师经常与主审法官争吵，并试图宣布审判无效。该案是美国司法部对2021年1月6日致命的美国国会大厦起义的调查中出现的几起案件之一。煽动性的阴谋审判有望成为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审判之一。在美国失踪的橄榄球明星尸体被发现。BBC 前橄榄球联盟球员布林·哈格里夫斯 （Bryn Hargreaves） 被发现死亡，在他在美国失踪1年多后，享年37岁。这位前维冈勇士队前锋最后一次与家人交谈是在2022年1月3日，也就是他的公寓被发现空无一人的9天前。尽管警方进行了搜查，家人也前往美国加入搜索，但在确认他的遗体被发现之前，没有发现哈格里夫斯的踪迹，死因仍然未知。哈格里夫斯和他现在的前妻搬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然后在退出这项运动后搬到了西弗吉尼亚州的农村。哈格里夫斯在维冈勇士队的2年时间里出场33次，并在2003年开始的职业生涯中为圣海伦斯、布拉德福德公牛队和索尔福德城红人队效力。拜登否决法案以阻止劳工部对 ESG 投资的规定。路透社，美国总统拜登否决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将禁止养老基金经理在做出投资决策时考虑气候变化等标准。根据总统在推特上发布的一段视频，国会2院都投票赞成该法案，其中包括2名民主党人，但拜登为养老金受托人将 ESG 环境、社会和治理、资讯纳入其投资决策的能力辩护。规则变更的反对者认为，这将使投资政治化，并看到基金经理专注于自由主义事业，损害财务业绩。共和党人声称该立法将保护养老金持有人，而民主党人则表示该规则是股东权利的问题。谢谢收看美国简报，这是我们团队总结分析出来的美国重要信息，来源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专家，让您在非常短的时间掌握美国动向。需要更多信息与进行讨论，请关注6度世界3w.6度.world。